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反正他们3个已经死了，我可以去工地打工，把钱寄给他们的家人。这个样子，我可不可以不死？你是真是不懂法呀？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讨价还价呀？可是你刚才说了，即使我不说，法官照样可以判我。那为什么还要我说？我这样跟你说啊，让你说是给你机会。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、服了法，向社会、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，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，你还是个人，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。如果你坚持不说，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。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。我讲。杜坤，考虑怎么样了？打算什么时候说？讲什么呀？说齐焕生，说什么？我不认识。真不知道？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？是。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，你再说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。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，再问你一遍，认不认识他？就算是同一届，8中那么多学生，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？你告诉我嘛。那讲一下邱行长，认识他吗？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98年的时候，我在开冰淇淋厂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，一个夏天都在下雨，气温低，冷饮都卖不出去，我就着急嘛，生意特别差，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我就去找他。想弄点贷款。在哪里？在他家里。和谁？我自己。哪一天？谁可以作证？那么久了，谁还能记住啊？一共去了几次？1次。1次就进人家卧室，啊？他喊我帮他搬东西，我就帮着搬了。头一次进人家，人家就喊你搬东西。
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可以去查嘛。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，我就认。我也是当领导的人，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，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，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是有水平的人。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，有证据，我服气啊，我认。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绝对是不干。你刚有声先停。他这个人呢，当过干部，很会打官腔，还懂得点法，确实不太好对付。这个他也不慌，就在那里编，还都能圆得上。这就是一块滚刀肉。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，那胡编，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。咱们得请个外援。喂，秦爸。秦总。怎么样？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？应该可以吧？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？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，指纹对上了，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？行，您稍等一下啊，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，他就在我边上。高队，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。秦总啊，哎，秦总你好，我是高小英。哦，让我们去清江是吧？好，正好我们刚下案子，正总结呢。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3个人，都是女的，带2套设备啊，得搭车接了。好嘞，再见，晚上见。好。这就挂了？咱还没问案情呢，那咱怎么准备啊？问什么啊？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，清江那个案子，做警察的谁不知道？哎，行了，你俩赶紧收拾，带2套设备啊。能上秦总的案子，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！你们好好准备，千万别掉链子啊！放心，高队一定完成任务。行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。不认识。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。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8中，再问你一遍，认不认识他？就算是同一届，8中那么多学生，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？秦爸，秦队，秦总，秦总，坐。哎呀，来了。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！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案发地址在哪儿？我们方便过去看吗？可以，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。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。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。指纹的位置啊，材料上都有。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，上下左右、东西南北，都在这里，精确到这个毫米，秦总都看过。先去现场看一下吧，这些回头看也不晚。听专家的。好的。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，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，还有他家，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，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，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。好的，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，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听专家的，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。好的。秦总，我得跟您汇报一下，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。好啊，
啊，那秦总，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？重点是枪。明白。嗯。好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？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。同意哦，不但他同意，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。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，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？秦总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，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，对他进行测试，这些他都是清楚的。那新测这个手段，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，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。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，他就会担心，会抗拒。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，大可放心，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。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，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，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，觉得自己有能力、有办法来对抗。他应该是有准备的。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？这个现在不好说。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。你好，我是新测员叶海平，这位是姚杰。你们好。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。你手有些凉啊，是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我这有个暖宝宝，你把它撕开，暖暖手。不用紧张。谢谢你。给你站起来，双手打开。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，上仪器，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，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。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，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是、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，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。知道了。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你是不是杜坤？是。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？是。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是证书吗？不知道。是存折吗？不知道。是珠宝吗？不知道。是黄金吗？不知道。是纪念币？不知道。是现金？不知道。你是汉族人吗？是。你是杜坤吗？是。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是绳子吗？不知道。是菜刀吗？不知道。是砖头吗？不知道。是匕首吗？不知道。是铁锤吗？不知道。是手枪吗？不知道。你是汉族人吗？是。这一组题作废，我们重新再来一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，你用脚抠地了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做好。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，说明他在试图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，对你也没有好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可不可以喝杯水啊？
可以。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，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3轮，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。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，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。你也可以忍耐一下，我们尽早结束，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，那我们就从头再来。那就继续吧。你是杜坤吗？是。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是绳子吗？不知道。是菜刀吗？不知道。是砖头吗？他不干了。不知道。是匕首吗？他不敢再动了。不知道。是铁锤吗？不知道。是手枪吗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？是。你是杜坤吗？是。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在家里？不知道。在办公室里？不知道。在山上？不知道。在水里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？不知道。啊，不是。看一下吧，我相信你能看懂。你是叫杜坤吗？是。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？不知道。是纪念币吗？不知道。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是手枪吗？不知道。手枪现在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在水里吗？不知道。重复我上一个问题。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？啊，不对，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？对，手枪是不是在水里？对。你别怕了，不辞了，是我干的，是我杀的，是我跟庞德平干的，我们一共杀了5个人，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，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。再后来，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。测试结束。大平，很好，真好，真的刮目相看，啊！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。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，还有比这更激烈的。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，海平编题一绝，
姚姐，你别小看他，他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，再把它记录下来。哎，我刚才看半天啊，你别说他，我听着都迷糊，但是我还是没明白，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？最后，对啊，哎，我觉得啊，和我们平时的询问差不多，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。还有就是这个，哎呀，讲不清楚。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。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，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，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，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。其实我们第3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，测试也算结束了，只是海平他，我贪功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，他能对抗这个东西，有没有可能？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，但是没有用的，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。就好像我跟你说，你别眨眼。我没眨呀，没眨呀。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！你看，你可以坚持一会儿，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。所以，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。如果你抵抗了，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，它就会加倍反馈的。明白。对，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，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。领教了，领教了，很好。杨九，赶紧审，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，快。好。我是靖江人，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，后来就下海做生意，开过录像厅、歌舞厅，生意勉强维持。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，我辛苦5、6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。再后来，我找人借钱，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。那一年，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，冰淇淋卖不出去，就倒闭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还不上钱。我就开始动歪脑筋，想搞点钱。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，他也没有钱，我们2个一拍即合，说好了一起干。我们想去搞钱，得先抢把枪，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。为什么盯上齐焕生？我初中就知道他。他当了所长以后，在街上见到过几回。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。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，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。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，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，我们怕不好搞，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，提前演练，计划路线，锻炼身体，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，还有手套。不要吹了，走。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，但是齐副所长出事以后，清江破案抓得太严，
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，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，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。怎么盯上邱行长呢？有一天，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，他开着车，穿得很气派。我就想，他们家肯定很有钱，就想从他们家搞钱。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？我认得他，他不认得我。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，他是大学生，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。特别的威风。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，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。有段时间，他们银行盖大楼，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。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，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。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？假的。邱行长家里的情况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跟踪了他几回，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，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。他们家有2道防盗门，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。爸妈，你们别伤害我孩子！不要伤害我女儿！老实点！你们有什么？老实点！你们随便拿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打孩子呀？过来！杀完人之后，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。走之前，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。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，搬到客厅，又把电饭煲端出来，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。等到要走的时候，我是越想越生气，杀了4个人，才抢到这么点钱。从行长家跑了以后，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。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。庞德平2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，鞋子沾了血，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。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，各过各的日子。2001年，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。后面的事情，你详细讲一下。你是怎么当上官的？案子太大，警察天天查。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，心里面很害怕，特别的怕，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。后来托亲戚找关系，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。再后来，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，
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。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，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。你跟我们说一下，这一次抓到你，服不服气？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？服气是服气，前面我不讲，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？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，我自己都忘了。不想承认，也不愿意面对。不过，现在我想通了，只要是犯了案，不管过了多久，不管你跑多远，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。带过去。是这里吗？好好辨认一下。我就是站在这里，把枪丢下去的，应该就是那个位置。弹匣和子弹呢？弹匣被我卸了，一起丢下去的，没有子弹。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，5年前，这里不是这个样子。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钱总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。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，那边啊是个谷地，叫状元堤，那边还有个村口。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，是后来才修建的。这条江就是青树江，水深呢大概是5米。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，就把河水放干了，挖走了一些泥沙。现在就是不确定，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。再难也要把枪找到。光指纹和口供不行，证据链缺失，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。虽然说弹匣给卸了，就剩那枪把子，枪把子有点分量，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，冲肯定冲不走。对的嘛。下决心吧，爸。我的妈哟，这得用好多人，花好多钱哦。你看啊，先要把上游截断，水抽干，要干半个月吧。人数的话，至少500人，就是1000人也得干。干！走，我们去找武装部、预备役民兵，全部上。还可以嘛，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，刚到膝盖。就是的。可以可以。
杨兄，秦总，这不行啊！我们几百个人，干了好几天了，拉网式排查，一个一个的找，就是找不到啊！行，我想办法。好，好，接着干啊！继续，继续。秦总给我们想办法，干，干啊！任听，我在清江呢，这边找枪呢，啊，找1个多星期了，这水都放干了，不好找啊。我想，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，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，要不然这样不行啊。这时间长了，人也受不了啊，啊，一直下雨这些天，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。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，你看行不行？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，他有这种专用设备。可以，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，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。好，谢谢袁听。秦总，王营长，这个雨下得太大了，天气预报讲这10几天还要下雨。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，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，要不然就垮坝了。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，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。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，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，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，实在是不行喽。已经拼命在干了，一天10多个小时呢。你看能不能这样啊？你让上游给算一下，如果非要放水的话，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？这样我们抓紧干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下网，网眼弄得细一点。啊，等水过去之后，我们接着捞。你帮我算一下，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？啊，只有1个小时。喂，同志们，你们再抓点紧！12点钟，上游水电站要放水，我们能不能在水到之前把枪找到，好不好？干活！抓紧时间！抓紧时间！
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手枪了，我找到了！看一下，生锈了，看不到枪号。你傻不傻呀？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？磨一下，磨一下，磨一下，磨一下。就是的，这路人，是的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脚步走过山与河，走过泥泞沼泽，让一切故事从头说。那一束光，拼凑着月色斑驳。